城里退回来的假千金呢？呸！做出那等不要脸的丑事儿，还有脸躲在屋里装死？快让他出来给村里人个说法！我们大河村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。竟然没死在实验室，反而穿进了昨晚看的那本真假千金文里，还是个开局就被造谣逼到跳河的同名炮灰。可不是嘛！前天夜里有人亲眼看见他衣衫不整的从后山破庙跑出来，头上连个簪子都没了，谁知道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去了？城里大户人家养出来的金丝雀，骨子里就是放荡。放你们的狗屁！我家穗穗虽然娇气重，不干不净的女孩。李贵婶儿，你再满嘴喷粪，老娘今天拼了这条命也要撕了你的嘴！谁敢碰我妹妹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！呸！王绣花，你还护着这个灾星呢？真千金苏明珠回了城里享福，把这个破烂扔给你们，你们还当个宝？他刚才跳河不就是因为事情败露，没脸见人了才寻死的吗？这叫畏罪自杀。畏罪潜逃。李贵婶，饭可以乱吃，话要是乱说，大牢。可是要进大牢挨板子的。你少吓唬人！你干的丑事全村都传遍了。你说前天夜里有人看到我衣衫不整，从后山破庙出来。我且问你，前天夜里是什么天气？前天夜里下了大暴雨啊，怎么了？很好，既然下了大暴雨，后山那条通往破庙的必经之路是黄泥土，只要踩过，鞋底必定沾满黄泥，且3日内难以彻底洗净。我这2日穿的都是这双布鞋，鞋底只有河边的黑沙土，哪里来的黄泥土？你要不要现在去后山比对一下脚印？那你头上的玉簪子怎么解释？王赖子可是到处显摆，说那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物。张婆婆，造谣之前能不能先过脑子？我那根玉簪，大前天就已经被我大嫂拿去镇上的当铺活当了，换了半赌钱给我爹抓治腿的草药，当票现在就压在我屋里的木匣子底下。嫂子，是也不是？对，当票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盖了聚宝账铺的红印。张婆子，你非要说王赖子手里有，行啊，咱们现在就去见官，看看他是从哪儿偷来的，还是你们这群长舌妇联合起来讹诈我们苏家。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听别人说，大庆律法第37条，凡捏造事实毁人清誉，逼人致死者，轻则杖责50，重则流放3000里。我苏之穗今天若是真死在那条河里，你们在站的每一个传谣的人全都是杀人犯，全都要给我陪葬。哎呦，我家锅里还烧着水呢，我先回了。造孽呀，都是王赖子瞎说的，以后再也不信了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穗穗啊，爹没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要是真的想不开，爹也不活了。看着眼前这3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、面黄肌瘦，却在生死关头将他死死护在身后的家人，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击中。在原书中，正是因为原主的懦弱惨死，苏大牛为了报仇打死恶霸被判斩首，苏老汉急火攻心吐血而亡，大嫂王绣花被卖进沟林绝望离世，全家满门全都是为了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假千金陪葬。爹、哥、嫂子，你们放心，从前那个软弱好欺负的苏之穗死在河里了，从今往后有我一口气在，绝不让任何人欺负咱们家。爹，家里米缸见底了，穗穗这身子骨再喝红薯面糊糊怕是熬不住。哎，去把后院那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吧。杀什么鸡？那鸡留着下蛋换盐巴的，城里来的娇小姐就是难伺候，跳个河还得全家跟着遭罪。吃，赶紧吃，吃完了麻溜的起来干活。我们苏家可不养吃白饭的。刀子嘴豆腐心，谢谢嫂子。谢什么谢？我是怕你死在家里晦气。赶紧吃。温热的感觉顺着蜀道流进胃里，驱散了身体的寒意。既然老天爷让我一个农科院博士接手了这个烂摊子，那这地狱开局我就替你翻盘。真千金想看我们家家破人亡，做梦！家徒四壁又怎样？只要有土、有水、
凭我脑子里的现代农业技术，别说吃饱饭，这大清朝的首富我也当得。那是属于他的即将开启的财富密码。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，缸底都快被我刮穿了，连顿清粥都熬不出来。再这么下去，全家人都得去啃树皮。嫂子，别刮了，那点米留着给爹熬点浓汤养胃。我去后山转转。去后山？你一个娇滴滴的城里大小姐去后山干什么？去喂狼还是去摘野果子？我可警告你，后生华摔断了腿，家里可没钱给你请大夫。嫂子放心，我不摘果子，我去给咱们家找一条发财的道，不出3天，我保证咱们家米缸满满当当，还能顿顿吃上肉。吹牛不打草稿，你当那后山是聚宝棚呢？拿着这把锋利的，真遇到长蛇，好歹能比划2下。早点回来，中午我把后院那点野菜用水焯了，对付一口。好嘞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哟，大家快看呐！这不是苏家那个假千金吗？穿的跟个野小子似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，城里的大马路走惯了，也想下地干农活了？快别逗了，就他那拿绣花针的手，能干什么农活？怕不是又想去后山破庙会什么情郎吧？这是脸皮越发厚了。婶子们牙口真好，瓜子嗑得挺响，就是脑子不太灵光。我要是真想会情郎，也该去镇上的酒楼，去什么破庙？有这闲工夫管我的闲事，不如赶紧回家看看自家地里的庄稼，是不是因为缺水都快旱死了？我这趟上山是去捡金子的，你们要是眼红，大可以跟过来看看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没大没小，捡金子！你要是能在后山捡到金子，我把这个大槐树上啃了。行啊，婶子把牙口磨利索点，等着啃树皮吧。腐质丰富，土壤酸碱度适中，相对湿度在80%以上，温度也刚好，这简直就是天然的菌种培育温床。野生侧耳属菌丝，活性极高，在这个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时代，这些原始菌种就是最大的财富。第1桶金的原始资本，搞定。苏之熙，你疯了吧？你这大半天跑去后山，就背回来一筐烂木头，咱们家连灶堂里的柴火都不缺这种烂货，你还当成宝贝似的背回来？穗穗啊，你这是要做啥？这木头都朽了，烧火都冒黑烟熏眼睛啊！哥嫂子，这可不是柴火，这是咱们家的金疙瘩，我要用这些东西在咱家院子里种蘑菇和木耳。种蘑菇？你脑子进水没控干净吧？蘑菇那都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下了大雨才能进山碰运气采一点，哪有自己种的道理？你当那是种大白菜呢，撒把种子就能长出来？嫂子，你来看，这白色的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叫菌丝，蘑菇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它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，只要我们模拟出后山那种潮湿阴凉的环境，给就能在菌丝和腐叶作验，它们源源不断的长出新鲜的蘑菇。哥，我需要你帮我在墙角背阴的地方，用木屋罐和茂草搭一个严实的棚子，不能透一点阳光进来。好嘞，搭个棚子还不是你哥手到擒来的事儿。嫂子，你帮我把这些烂木头全部剁碎，越碎越好，然后和这些落叶土掺在一起。真是造孽！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能折腾的小姑子？我告诉你，苏知县，这破烂棚子我帮你搭，木头我也帮你剁。但要是过几天长不出你说的那个什么蘑菇，以后家里的衣服全归你洗，你还得把这些烂泥巴给我一口吃下去。一言为定，要是我种不出来，以后家里的活我全包了。哥，棚架子一定要结实，咱们要干就干票大的。好嘞，搭个棚子还不是你哥手到擒来的事儿。万事俱备，大河村的村民们睁大眼睛看着吧，真正的降维打击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我的祖宗哎，这都第5天了，你天天端着个破盆子给那堆烂木头浇水，你当是在伺候金贵的花菜呢？我昨晚上偷偷扒开一条缝看了一眼，里面除了黑乎乎的泥巴，连根狗尾巴草都没长出来。是啊，穗穗，哥不是心疼那点力气，主要是这蘑菇它真能自己从烂木头里长出来？这几天村里人路过咱们家后院，都在看笑话，说咱家出了个疯丫头，天天拜泥巴呢。哥嫂子，你们不懂，前几天没动静，那是菌丝在吃营养，也就是在木屑里扎根蔓延，这叫走菌期。现在在棚子里的温度和湿度已经被我控制在最完美的临界点，一旦菌网铺满，出谷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什么走不走的？我只知道家里的米缸昨天就已经彻底见底儿了，今天早上爹喝的都是野菜根熬的苦水。你再弄不出你说的那个什么金疙瘩，明天咱们全家就只能去村口要饭了。
我不管了，明天要是再没动静，我就把这破棚子拆了当来炒。不用明天，嫂子，今晚子时气温骤降，温差一拉大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你准备好大竹窗就行。哼，你就吹吧，我连个破烂篮子都不给你准备。哥，嫂子，爹，快出来，带上家里最大的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村里那帮碎嘴婆娘又来闹事儿了？老娘跟他们拼了！谁敢欺负我妹妹？嫂子，没人闹事，你睁大眼睛自己看。我这是还没睡醒吧？爹，我眼花了。后山那难找的要命的平菇和山耳，怎么全跑到咱家这堆烂木头长出来了？还长了这么多！老天爷显灵了，老天爷给咱们苏家留活路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娘嘞，疼，真疼，不是做梦，发财了，咱们家真的种出金疙瘩了！碎碎，我的好妹妹，嫂子给你赔不是。嫂子之前嘴贱，嫂子有眼无珠，你真的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这么多，这得卖多少钱啊？嫂子，这算什么发财？这只是咱们的第一批货，只要我不停手里的技术，这棚子里的蘑菇就像韭菜一样，割了一茬，过几天就能再长一茬。别人是看天吃饭，咱们是自己说了算。妹妹，你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你这手艺简直比神仙还厉害！我这就去拿筐，不，我把家里所有的箩筐都拿。碎碎，这自己长出来的玩意儿真没毒吧？村里以前有人乱采野蘑菇，吃完就躺板板了。嫂子，我用的都是绝对安全的野生无毒菌种繁育出来的纯人工2代菌，这不仅没毒，而且没有经过风吹日晒、虫蚁啃咬，它的鲜度是山里那些野货的10倍。不信，你起锅烧油。老天爷啊，这味道怎么这么香？比过年割的那块大鼻肉还要香出10倍100倍，我这辈子都没闻过这么霸道的味儿。爹、哥、嫂子，尝尝我们苏家翻盘的第一口菜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的个乖乖，这是神仙吃的菜吧？爹、哥、嫂子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今天吃这盘菜是为了证明咱们的货有多硬，一会儿吃完全部装筐，咱们这就进城摆摊儿。我要让镇上那些酒楼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碾压。哥，就放这儿，把布掀开。嫂子，把咱们带的那个小泥炉子生上火。好嘞。哟，这是什么稀罕物？看着像山里的菌子，可山里的哪有长得这么干净水灵的？连个虫眼都没有。这是我们家自己弄的平菇，30文1斤。你这破烂蘑菇卖的比肉还贵，走走走，不买。碎碎，我就说你定的价太高了，这下好了，1两都卖不出去，咱们中午还得饿肚子。嫂子别急，好货不愁卖。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30文，我还嫌卖便宜了呢。什么味道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比我家老爷从府城带回来的干贝还要鲜上10倍？这位管事，尝一口，不要钱。好，太绝了！这平菇入口爽滑，鲜味直冲脑门，竟然每一片都肉厚无根，干净的连一粒沙子都没有，这是极品啊！姑娘，你这货怎么卖？平菇30完，木耳40完，谢绝还价。30文就30文，这等绝顶食材，晚上给我们家老太爷炖汤，老太爷必定重赏。你这2筐我全包了。小六，拿秤来。姑娘，我家是镇东头的赵员外府上，以后你这儿有好货，直接送去赵府后厨，我全要了。多谢管事关照。2两银子，
外加800文铜钱。老天爷啊！大牛去码头扛大包，累死累活干大半年也挣不来这么多啊！碎碎，你快掐我一把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嫂子，梦才刚刚开始呢。掌柜的，给我称50斤上好的精白米，20斤雪花白面，再来1罐上好的豆油。哎呦，使不得使不得，买什么精白米呀？买点糙米掺着红薯面吃就行了。这白米多贵呀，钱得攒着。嫂子，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抠出来的。爹的身体要养，哥干活需要力气，你也瘦得皮包骨头了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家再也不吃那些拉嗓子的糠咽菜。老板，来5斤五花肉，要肥瘦相间的，再搭2根铜骨，回去给家里老人熬汤。妹妹，真买肉啊？买！今天咱们全家敞开肚皮吃。哟，大牛、绣花，这是去镇上抢钱啦？早上还背着一筐烂木头出去，晚上就买起就这么大块肉了。别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得来的脏钱吧？咱们靠山村可是清白村子，把嘴巴放干净点儿。我们这是凭真本事在镇上卖自家种的鲜蘑菇赚的干干净净的银子，镇上大户人家的管事抢着要。怎么演戏啊？演戏你也自己种去啊？只怕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，连个毒蘑菇都种不出来。绣花啊，那烂木头真能长出蘑菇，这咋种的呀？大家乡里乡亲的也教教我们呗。想学，可以啊。这培育菌种需要控制木屑发酵的碳氮比，计算菌丝生长的基温，还要精准把控不同生长期的相对湿度。怎么配营养土，怎么防杂菌，全在我这里。这门技术就长在我苏之穗的脑子里，别人想偷偷不走，想学拿不走。只要没有我亲手培育的菌母，你们就算把后山的树全砍光了堆在院子里，也只会长出一堆毒绿毛。不信的，大可以去试试。好吃，好吃啊！爹这辈子第一次吃上这么香的饭菜。穗穗，咱们家是真的活过来了。妹妹，哥以后这条命就是你的，你指哪儿，哥打哪儿。穗穗，嫂子算是彻底服你了，以后家里你说了算，你让嫂子往东，嫂子绝不往西。爹、哥、嫂子，这只是一顿饱饭。我答应过你们，要让咱们家盖上大瓦房，成为大清朝最富的人家。明天开始，增加产能，咱们要把生意做大。妹妹，咱们家蘑菇长得那么好，天天在镇上都能卖光，你还非拉着我进这深山老林干啥？这地方连路都没有，除了野草就是毒虫。哥，咱们的评估虽然好卖，但镇上的市场就那么大，天天钱人家也会腻。想要长久的把客人的胃拴住，就得有独门秘方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不是红狗卵吗？这玩意儿碰破了皮，辣的人手指头疼。山里的野猪饿极了都不吃。妹妹，你弄这毒果子干啥？哥，这不叫毒果子，这叫野生朝天椒，这可是上天赐给咱们的调味圣品。你再闻闻这块树皮。啊，这啥呀？呛死个人！这是野生桂皮，还有那边长得像八角的也茴香。哥，快把这一片的红狗卵全摘了，一颗也别落下。咱们今天要在厨房里造核武器。好嘞，只要妹妹说行，那就是金子。穗穗啊，你这是在厨房里放毒烟吗？这呛人的玩意儿真能吃，你别把那些大户人家的肠子吃穿了。嫂子，退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成了，现代工艺改良版独家秘秘制辣椒酱。我的亲娘嘞，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？闻着辣，可是辣里面又透着一股子勾魂的香甜。我怎么突然感觉自己能吃下3碗大白饭？嫂子，尝尝。绝了，绝了！穗穗，这玩意儿简直是神仙酱，拌鞋底子我都觉得好吃。这叫降维打击。走，装罐，进城。今天咱们要给镇上的人上点强度。苏姑娘啊，你这蘑菇确实是极品，但连着吃了1个月，我家老太爷这2天胃口不太好，嫌这味道太清淡了，今天我就先不拿了。是啊，天天清炒炖汤，嘴里淡出个鸟来。各位，清淡的吃腻了是吧？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点开胃的刺激玩意儿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东西怕辣的吃不了苦的，别怕。这红彤彤的究竟是何物？为何香味如此霸道，勾得人馋虫都要破肚而出了？这叫秘制蜜汁辣酱，全天下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钱管事，尝一口，不好吃我赔你10两银子。
爽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等刺激的味道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苏姑娘，这辣酱怎么卖？给我来10罐，不，20罐，我要拿回去给老太爷开胃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秘制辣酱工艺繁杂，材料难寻，单卖不卖。那怎么卖？你开个价。捆绑销售，买1斤平菇或木耳，加10文钱送1小碟辣酱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鲜辣至尊套餐，一套1两银子。给我来一套，1两就1两，今天非得尝尝这神仙味道。我也要一套，别跟我抢！我要！主子，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就有如此绝妙的调味之法。属下刚才打听了，这姑娘叫苏之气，是个农户家的女儿，但她这经商的手腕，这捆绑销售的套路，简直比京城那些老奸欲滑的皇上还要毒辣。苏之慧，一个农户之女，能懂如此精妙的市场人心，能做出这种举世无双的秘方。十一，你不觉得她这双眼睛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吗？主子的意思是去查查她的底细？不必，打草惊蛇。不过，这辣酱的味道确实奇特。明日让厨房的人再来买2罐，记住，要他亲自装的。穗穗啊，这可是东大街啊，1个月租金就要10两银子，旁边就是镇上最大的聚仙楼。咱们盘下这么大的铺子，万一亏了，咱们前几个月摆摊赚的那些散碎银子可就全搭进去了。嫂子，把心放到肚子里，从今天起，别看旁边那栋楼叫聚仙楼，只要咱们苏记的门一开，哪怕是天上的神仙，也得给我老老实实下来排队。哥，鲜红绸，放鞭炮。苏记食铺今日开张。3号桌，极品鲜菌大骨面4碗，加4碟秘制辣酱，客官慢用，小心烫嘴。我在街角足足念叨了半个月，这浓白的骨头汤配上这滑嫩弹牙的行菇，鲜得我舌头都要化了。你那吃法没灵魂，加上苏掌柜这独门辣酱，红汤配白面，那才叫绝杀！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这辣酱给个神仙都不换。完了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一个泥腿子出身的黄毛丫头，卖点破蘑菇、破辣椒，竟敢跑到我聚仙楼的眼皮子底下抢生意！今天中午咱们楼里接了多少客？回掌柜的，算上包间，不到5桌。原本订好在咱们这儿办寿宴的李员外，刚才也派人来退了定金，说是要去隔壁吃什么鲜辣至尊套餐，说咱们的菜吃着没味儿。没味儿！我聚仙楼的大厨是从府城请来的名厨，做的是山珍海味，他居然说没味儿！去，给我查！我就不信那丫头施了什么妖法！这清水镇的餐饮地盘，还轮不到一个黄毛丫头来撒野。暗中派几个手脚迷离的人，给我盯死他的后厨。只要找到机会，哼！主子，这苏姑娘真乃神人也！开业第1天就把隔壁聚仙楼打得落花流水，这赚钱的手段，属下是真服了。赚钱只是表象，你看他大堂里的桌椅摆放，伙计的走菜路线，无一不是经过极其精密的计算。客人进门、落座、上菜、翻台，如行云流水，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。此等统筹之能，绝非一个普通农女所能具备。她像是一个天生的上位者。
掌柜的，给我来2坛好酒，再切10斤牛肉。大爷，我今天要在你这儿喝个痛快。这位客官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苏记食铺主打鲜菌和辣酱佐餐，也不做大荤。您要是想喝酒吃肉，旁边聚仙楼请。放屁！开门做生意，哪有把客人往外推的道理？没有牛肉，就把你们后厨下蛋的母鸡给我炖了，不然大爷砸了你的店。主子，明显是隔壁派来找茬的，属下去把他扔出去。不急，看看他怎么处理。第一，大庆律例，私自采杀增牛乃是重罪，10斤牛肉，你长了几个脑袋敢吃？第二，我们门外的招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专营仙君，不售酒水，你大字不识一个就敢来砸场子。第三，聚仙楼的孙掌柜给你10两银子让你来闹事，难道没教过你找茬也得找个懂大庆律法的由头吗？跑到我的地盘上撒野，你当我是泥捏的？大牛哥，拿报关的腰牌来。告诉县衙的张捕头，有人公然寻衅滋事，图谋讹诈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孙掌柜？大爷，我不吃了还不行吗？遇事不慌，逻辑缜密，一语击中要害。11，这清水镇的水太浅，养不住这条真龙。主子说的是。苏知慧，有点意思。本王倒要看看你还能给我带来多少惊喜。爹，大哥，大嫂，明珠回来看你们啦！哎呀，大哥大嫂，你们这几个月受苦了吧？我在侯府里天天吃山珍海味，穿着绫罗绸缎，可是这心里呀，天天都在挂念着你们。这不，听说你们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馆，我赶紧让下人备了马车来看我。哟，这不是侯府高高在上的真千金大小姐吗？怎么？侯府的山珍海味吃多了塞牙，跑到我们这小破饭馆来闻油烟味了。您这脚踩的可是泥地，小心弄脏了您那金贵的绣花鞋。大嫂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血浓于水啊！我身上可是流着苏家的血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衬帮衬咱们自家生意的。知穗啊，虽然你是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，但咱们家心善，既然还留着你，你就好好干活报恩。这食铺我也看了，生意虽然凑合，但你们毕竟是泥腿子出身，不懂什么大规矩。这样吧，我出10两银子入股咱们这食铺，以后这铺子的大头收益归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当个大掌柜。至于那个什么仙君的培育法子和辣酱的秘，你们赶紧交给我，我带回侯府找大厨改进改进，保管能赚大钱。你们放心，每个月我会给你们留出2两银子的辛苦费的。10两银子，苏明珠，你是不是在侯府把脑子吃坏了？10两银子连买我们苏记半天的营业额都不够。你跑到这儿来空手套白狼，真当我们一家子都是傻子啊？王秀华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可是爹的亲生女儿，我来接管自家的铺子，天经地义。呸！当初侯府的人来接你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你一天都不想在这个穷光蛋家里待。你走的时候不仅卷走了侯府给爹看病的5补偿金，你连我压箱底的一根银簪子都偷走了。当时你指着我们骂泥腿子穷酸鬼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血浓于水？明珠，爹跪在地上想求你有点买药钱，你一脚把爹踹开，上了马车。从那一刻起，我苏大牛就没有你这个妹妹。你早就让我签了断亲书，我们苏家的产业跟你半文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们疯了吗？你们宁愿护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，一个克死全家的扫把星，也不认我这个亲生女儿。这铺子明明是我们苏家的，凭什么让他一个外人霸占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轮到我了。第一，这铺子的房契写的是我苏之穗的名字，营业的文书盖的是我苏之穗的手印。第二，仙君的培育技术和辣酱的秘方全都在我的脑子里，是我亲手研制，与你们那个所谓的侯府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在侯府过得根本不如意吧？一个在乡下养了10几年的粗野丫头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规矩也不懂。侯府真正的贵人们谁看得起你？你身上这件料子是侯府前年流行的旧款，你这耳环是鎏金的次品。你在侯府受尽了白眼，连月钱都被克扣，
所以才打肿脸充胖子，跑回村里想打秋风，抢夺我辛苦建立的产业，去讨好你侯府的主子，对吗？你胡说！我是侯府千金，我是千金大小姐。千金大小姐，这泥腿子开的小店容不下您这尊大婆，怎么着？是要我们放狗咬人，还是你自己滚回你的侯府去？以后再敢来我们苏记食铺门前晃悠，老娘见你一次，拿扫帚把你打出去一次！滚！苏知悉，你别得意，你们一家泥腿子，早晚有你们哭的时候，咱们走着瞧。呸！碎碎，没被那白眼狼气着吧？以后他再敢来，嫂子拿泔水泼他。碎碎啊，爹心里门儿清，谁对咱们家好，谁是真心，爹不糊涂。你就是爹唯一的亲闺女。爹、哥、嫂子，不用理会这种跳梁小丑，他翻不起浪花。咱们的目光不应该盯在这种人身上，咱们的征途是整个府城。准备一下，明天上新菜，咱们继续赚大钱。造孽呀，真是造孽！碎碎，你听听外面那些黑心肝的都传了些什么环话，说咱们家的蘑菇是用乱葬岗的棺材木头种出来的，吸了死人晦气，还说你这配方是跟山里的野男人睡出来的。这简直是往死里逼咱们，肯定是苏明珠那个毒妇干的，我这就拿菜刀去侯府劈了他。哥，把刀放下，狗咬了你一口，你还要咬回去不成？苏明珠在侯府不受宠，兜里掏不出几个钱，她顾不起多少人。这铺天盖地的谣言传得这么快，背后肯定还有聚仙楼的孙掌柜在推波助澜。那咱们就这么干坐着挨骂？今天一上午退订的桌子就有10几桌了，库房里还有昨天刚采下来的100斤仙菇呢，这要是卖不出去，全得烂在手里。烂在手里，嫂子，做生意遇到危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接不住。他们既然敢造势，我就敢借着这滴风风，把咱们苏记的招牌彻底打造成金字招牌。哥，准备大锅，把铺子门板全下了，敞开门面。哎呦，我的亲爹呀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苏记石锅卖毒蘑菇害人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我爹昨天吃了他们家的1碗仙菌汤，今天就上吐下泻，眼看就不行了。黑心肠的掌柜赔我爹的命来！天哪，居然真的吃死人了！我就说这蘑菇长得太水拧不正常，砸了这家黑货，送去见官。你说你爹是吃了我家的仙菌汤中毒的？没错，就是你家的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想抵赖不成？好，那我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爹是昨天什么时候来我店里吃的？坐在哪一桌？当时是谁给他上的菜？就昨天中午，坐在靠门的那一桌，是一个胖胖的女人上的菜。各位街坊看清楚了，昨天中午靠门的那一桌是布庄的李老板包下的，他们吃的是极品骨汤面，根本没点仙菌汤。而且昨天中午负责大堂上菜的是我大哥，我嫂子昨天一整天都在后厨洗菜。你爹究竟是长了隐身术，还是你在这里满嘴喷粪？苏掌柜说的对，昨天中午那桌是我做的，根本没见过这个老头。那我记错桌子了，反正就是吃了你家的蘑菇。第二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家的蘑菇有毒。各位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？我苏记的蘑菇绝非什么乱葬岗的枯木，全是我用后山最干净的枯叶木，或以独家技术人工培育的纯净菌种，没有风吹雨淋，没有毒虫惊扰，不仅无毒，而且大补。你说是毒蘑菇？行，大牛哥当场生吃。我哥吃了都没事，怎么偏偏你爹吃了就口吐白沫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回春堂的老大夫来看看，你爹到底是中了毒，还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药？大牛哥，去请大夫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去看，不找你赔了。想走？没门儿！拦住他！各位乡亲，这婆子刚才在巷子里招了，
是有人给了他500文钱，让他四处散播苏记实况的谣言。这个赖三也是拿了钱来演戏讹诈的，他爹根本没生病，嘴里吐的是肥皂沫子。丧尽天良的东西，为了点脏钱，居然诬陷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，送去见官，把背后的主使也揪出来。各位街坊，清者自清，我苏之穗开店，凭的是良心，卖的是干净。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，从今天起，苏记食铺后厨半场开，大家随时可以来看我们是怎么洗菜、怎么下锅的。为表歉意，惊扰了大家。今天中午门口这口大锅现煮鲜菌大骨汤，见者有份，全部免费试喝，尝尝我苏记的食材到底干不干净。苏掌柜大气，苏掌柜敞亮。主子，苏明珠雇佣的那些泼皮，还有聚仙楼暗中联络的地痞，属下已经派人全部清理干净了，保证从今往后清水镇上再也没有人敢散播苏姑娘半句谣言。他刚才就算没有你暗中秀助，也能凭那3寸不烂之舌和严密的逻辑全身而退。不过，本王既然看上了他这里的饭菜，自然容不得那些安杂东西来倒胃口。主子看上的恐怕不只是饭菜吧？主子，苏姑娘这危机化解得漂亮，反手就是一波揽客，这头脑属下叹服。能在绝境中不仅自证清白，还能届时将口碑推向顶峰。苏之穗，你确实是一块绝世的璞玉。走吧，去苏记。今日本王要好好尝尝他那免费的鲜菌汤。不对劲，城西牢里头的极品山药，平时少说也要30文一斤，这半个月竟然只收我10文。还有城南的木炭铺，每次送来的炭都是无烟的银骨炭，收的却是碎木炭的钱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半个月店里连个吃霸王餐、喝醉酒闹事的都没有。清水镇的治安什么时候变得夜不闭户了？苏掌柜，这么晚了还在对账，也不怕熬坏了眼睛？谢公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这半个月的账面干净的有些诡异了。那些以次充好、强买强卖的供应商，突然全都转了性。街头的地痞流氓看见我的招牌都要绕道走，这些都是你在背后帮的忙吧？忙算不上，不过是随手清理了几只扰人清梦的苍蝇。我的人去警告了那些供货商，若敢欺你半分，便让他们在清水镇待不下去。至于那些泼皮，十一嫌他们太吵，顺手扔进大牢了。呼吸微微一滞，心脏不可遏制地漏跳了一拍，而眼前这个男人却不动声色地为他扫平了所有的荆棘。谢公子，我们非亲非故，你为何要帮我？你这般权势滔天，若说是为了我这几碟辣酱配方，未免也太掉价了。你到底图什么？图什么？苏之熙，你当真一点都记不起来了？记起什么？2个月前，大暴雨，大河村后山的那条河里，水很冷，你当时挣扎得很没力气。若不是我正好路过，将你从河底捞上，把你推到岸边，你以为你真的能凭自己爬上来吗？穿越过来了的鲤鱼线，原主的身体已经溺水，是有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在黑暗中拖住他的腰，将他硬生生推到了浅滩上。等他彻底清醒时，岸上只有几个村民，他一直以为是某个好心的村民救了他。是你？那天夜里救我的人是你？是我，所以我这辈子都看不得别人欺负你。你开店，我给你守门；你赚钱，我给你铺路。苏之穗，我谢燕慈看上的女人，这天下没人能动她分毫。谢公子，你知不知道，在我的规矩里，救命之恩，如果救人者长得丑，那就下辈子结草衔环；如果长得好看，那就只能以身相许了。谢燕策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？我谢燕晨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。苏之混，这辈子只能是我的人。哟，难怪这小饭馆生意这么好，原来有个这么标致的老板娘啊！这位公子，您是来吃饭的，我们这儿要排号。哼，吃什么饭？少爷，我是来吃人的。苏掌柜，你那几手做菜的绝活在清水镇都传疯了。本公子今天高兴，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1000两银子，连人带铺子全卖给本公子。以后你就是我的第9房小妾，保你吃香喝辣。
滚出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砸！把这爷们儿给我绑回府里！我倒要看看在清水镇谁敢管我赵家的闲事！十一，谁敢碰他店里的一根筷子，把手剁了；谁敢对他言语不敬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属下遵命。你是什么人？我爹可是府城的同知，你敢动我？府城同治，区区一个正五品的芝麻官，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你回去问问你爹，就算他今天跪在这里，敢不敢大声跟我说一句话？记住了，他苏知慧是我的人。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这家店也是我的，谁若再敢来寻衅滋事，便是与我为敌，后果你们自己掂量。嫂子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谢公子不仅是咱们苏记的常客，现在他也是你妹妹的未婚夫了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媳妇儿，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削他去。你去削？你去把这满大街的人都削了吗？旁边那个不要脸的聚仙楼，竟然直接挂出了独家秘制仙姑宴的招牌，价格比咱们便宜整整1半，还免费送他们自己熬的破辣酱。今天早上的客流全被他们抢光了。嫂子，急什么？咱们的仙菌和辣酱卖得这么爆，利润这么高，没人眼红跟风才叫见鬼了。穗穗，你这瓦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死老鼠在里面烂了？这味道怎么比茅坑还臭啊？你快把它扔出去！嫂子，这叫臭卤，是用苋菜梗、冬瓜、刺滇等材料发酵了整整1个月的极品，这可是我们的终极生化武器。大牛哥，起锅烧油，油温7成热。嫂子，落锅烧水，另一颗锅烧水，把红茶煮上。这怎么闻着闻着，居然有点香？嫂子，趁热咬一口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太好吃了，好吃的我想把舌头吞下去。穗穗，你这到底施了什么妖法？这叫降维打击。走，推车出门。今天我要让整条街的抄袭狗看看，谁才是清水镇的爹。哼，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敢跟我斗，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倾家荡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臭？可是这臭味里怎么透着一股子霸道的香气？还有那个甜香味，是奶，竟然是奶香。走，去看看。给我来一份，来一份。苏记上新，古法珍珠奶茶秘制烤面筋，还有神仙难挡的爆汁臭豆腐，全大清朝独一份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客官，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肉，这吃着竟然比烤肉还要香，还要筋道，太神了！给我来10串。天哪，这世上竟有如此丝滑甜美的饮品！翠儿，快给我买5桶带回府里。
绝了！这黑乎乎的豆腐闻着臭，吃着竟然比山珍海味还要香。掌柜的，给我炸2份，不3份。要10串，奶茶还有吗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那黑乎乎发臭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连煮都不吃的东西他们要抢着买？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咱们备下的那几百斤仙骨宴的食材，一桌都没卖出去。客人们嫌咱们的菜没新意，全跑去对面买他们新上架的产品去了。咱们这波抄袭血本无归了啊！怪物，那个丫头是个怪物，这根本不是做生意，这是降维碾压。掌柜的，碎碎，你这脑子里到底还装了多少我不知道的惊奇事物？你这连环绝杀，直接把这清水镇的商界底线给砸穿了。燕慈，这叫产品护城河。我苏之穗的东西，他们可以抄袭，可以模仿，但永远跟不上我迭代的速度。只要我愿意，我能把大庆朝的餐饮业按在地上摩擦。好，你想怎么摩擦就怎么摩擦，就算你把天捅个窟窿，为父也在下面听。给我来10个，给我来10个，这豆腐还有吗？绝了！这趟马车颠了整整3个时辰，值了！老夫在平江县听闻清水镇出了个能把神仙馋哭的臭豆腐，还以为是吹牛，没想到这滋味简直让人连亲娘都认不得了。可不是嘛，本少爷吃遍了府城的山珍海味，全加起来都不如苏掌柜这一串烤面筋过瘾。伙计，再给我打包50份仙菇辣酱，本少爷要带回县里送礼。好嘞，这位爷，50份至尊辣酱套餐，盛会50两白银，给您包得严严实实的。碎碎，疯了，全疯了！咱们这哪是开饭馆啊，咱们这是在印钞票啊！我刚才粗粗算了一下，就这半个月，咱们铺子光净利润就已经赚了这个数，500两。嫂子，这还只是个开始，既然钱赚够了，咱们也该办点正事了。今晚早点打烊，咱们带着银子回家。大牛啊，大半夜的，你们这是背了什么东西回来？是不是铺子里剩下的面粉？爹，不是面粉，是妹妹，你来开。老天爷啊！我苏老汉活了大半辈子，连10两银子都没见过，这都是咱们家赚的。爹，是咱们家赚的，干干净净的钱，全靠碎碎的脑子。爹，咱们发财了，咱们真的发财了！爹哥嫂子，这钱咱们不存钱庄，也不藏床底。明天一早，大牛哥去镇上请最好的泥瓦匠和木匠，咱们把这破土屋全拆了。我要买下村东头那片最大的空地，给咱们家盖一座3进3出，全用青砖大瓦，地上铺满水磨石的大宅子。我要让大河村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知道，我苏家从此改换门庭。好，盖大瓦房，听妹妹的。哎呦喂，这苏家是真的撞了邪了，盖这么大的宅子得花几百两银子吧？那地基打得比祠堂还要深，我看他们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迟早把家底败光。桂婶，你可快闭嘴吧！人家现在是镇上最红火的苏记掌柜，绣花啊！哎呦，我的好绣花，这宅子盖得真气派呀！你们家还缺不缺打扫院子的丫头？你看我家那二妞咋样？哟，这不是李桂婶和张婆子吗？怎么今天不嚼我们家碎碎的舌根了？当初是谁说我们家碎碎是扫把星，说我们全家要饿死在破庙里的？各位街坊，今天我们苏家大院上梁，愿意来说句吉利话的，晚上来领2个肉包子。要是还想眼红冒酸脆的，趁早滚远点，别脏了我们苏家的新地基。列祖列宗保佑啊！我苏老汉这辈子竟然能逼地比祭主家大宅院，这都是托了岁岁啊！我们苏家真的挺直腰杆做人了。爹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下雨天拿盆接漏水了，这屋子宽敞亮堂。岁岁，嫂子这辈子没服服过谁，只服你。是你把咱们这个快要散掉的穷家，硬生生拉扯成了现在这副光柱。以后你就是咱们苏家的顶梁柱，谁敢动你一根头发，嫂子第一个拿刀拼命。爹哥嫂子，这宅子只是我们在清水镇落脚的第一步，以后咱们还要去府城买更大的宅院，去京城买最繁华的庄子。苏掌柜，乔迁之喜，
怎么不给为夫发一张请帖？谢公子若是想来，这苏府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不过贺礼若是轻了，我可是要赶人的。我将整个身家性命都送给你，够不够重？杀人了！大家都食铺的菜里有毒。我兄弟吃了一口他们家的极品仙菇面，就变成这样了。这是一家草菅人命的黑店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们苏记的菜干干净净，怎么可能有毒？每天几百号人吃，偏偏就你们出事儿，还敢狡辩！我兄弟人都快死在你们店里了。今天你要是不赔500两银子的丧葬费，老子就把你们这家黑店砸个稀巴烂，再把你们全送进大牢，给我砸！哎呀呀，真是造孽呀！我就说这苏记的生意火得蹊跷，原来是用了见不得人毒蘑菇来提鲜。难道这苏记真的为了赚钱丧尽天良？那人在地上抽搐的那么厉害，不像是装的。各位乡亲，这等谋财害命的黑店，咱们绝对不能容忍。大牛哥，关门。今天这屋里的苍蝇，一只也别放飞了。苏掌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毒害人命，难道还想杀人灭口不成？中毒？好啊，既然你说是我家的仙菇面有毒，那咱们就当场验毒。大牛哥，去后厨把咱们今天的留洋柜打开，把中午那个批次的菜品留洋全给我端出来。什么留洋？孙掌柜，各位食客，我苏记食铺自开业第一天起就立下规矩，每一锅出炉的汤地，每一批上桌的菜品，必须单独留存一份，密封48个时辰，为的就是防你们这种眼红心黑的畜生暗下毒手。大家看，咱就是黑了，他家的面里有砒霜，这就是证据。各位看清楚了，同一口大锅里盛出来的面，我留在后厨的样品毫无毒素，而端到他们桌上的面却变成了剧毒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毒根本不是在后厨下的，而是这帮人自己偷偷把砒霜撒进了碗里，想要栽赃陷害。你胡说！这留洋肯定是被你提前换过的。提前换过？这匣子上的封条用的是特殊的糯米胶，撕开必毁。你当苏之岁客有未躲先知的神仙法术吗？孙掌柜，你那聚仙楼生意惨淡，便花钱雇了这帮地痞来我店里上演苦肉计。地上那个吐白沫的，嘴里含的是皂角水吧？真中了砒霜，这会儿尸体都凉透了，还能在地上打滚？臭娘们儿，断老子财路！兄弟们，把这娘们儿手里的东西砸了，毁灭证据，冲出去！光天化日，还是寻衅滋事，投毒讹诈，在清水镇的地界上，竟敢动本王、动苏掌柜的人，你们真是活腻了。下官救驾来迟，让这些烟杂破财惊扰了贵人，下官罪该万死。刘大人，这清水镇的治安你管得真是不错，有人拿着砒霜，明目张胆的讹诈良善商户，该当何罪？投毒讹诈，按大清律例，杖责80，流放3000里。来人，把这几个刁民，还有聚仙楼的孙掌柜，给本官全部拿下，上枷锁！大人饶命啊！都是这刀疤脸出的主意，不关小人的事儿啊！姓孙的，明明是你给了我们50两银子，让我们来砸场子的，你敢做不敢当？苏掌柜，您这苏记食铺流量查毒，管理严明，实乃我清水镇商家之楷模。本官今日特地送来这面诚信经营的牌匾，由官府为您背书。以后谁敢再来苏记食铺捣乱，就是跟我清水镇县衙作对。各位街坊，今天让大家受惊了。为了庆祝苏记食铺喜庆渊渊，获得县衙表彰，
今天全场的菜品统统8折，另外每桌再送1份招牌烤面筋。苏掌柜威武，苏记食铺干干净净，我们信得过。都给我记住了，咱们苏记的规矩是什么？客人进门要喊什么？欢迎光临苏记，微笑奉客，倒水拉椅。上菜的路线、翻台的时间、打包的动作，全都要按照我教你的标准来。谁要是敢在盘子边缘留下1滴汤汁，扣他3天工钱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控温，注意控温。红薯粉炸制的时间必须精确到半盏茶，多1分则老，少1分则加生。调料的配比严格按照岁岁给的量杯来，绝不允许凭感觉瞎放。咱们苏记在府城的5家分店，味道必须一模一样。中央厨房配送半成品，标准化 SUP 流程管控，分店学徒制裂变。古代的餐饮市场简直是一片未垦垦的降维打击蓝海。永宁侯府的侯夫人，也就是你以前的养母，亲自登门了，说是想见见你。哦，旧主子找上门了。大嫂，请他上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他这张保养得宜的脸皮到底有多厚。岁岁啊，母亲可算是见到你了。这1年多没见，你出落得越发水灵了。母亲在京城可是天天都在挂念着你啊。侯夫人慎言，大清律法规定，断亲书一签便再无瓜葛。我姓苏，你姓侯，这母亲2字，我苏之岁高攀不起。岁岁，你这孩子就是气性大。当初把你送回农家，也是为了拨乱反正，让明珠认祖归庸。但母亲心里一直是有你的。如今听闻你在府城把这苏记做得风生水起，母亲这心里也是骄傲的很呐。侯夫人，咱们就别兜圈子了。您大老远从京城跑到这偏远的府城，总不是为了来喝我这杯冷茶的。有话直说。那我就直说了。好，岁岁，你这生意在府城虽然火爆，但毕竟只是个商贾建业，若是没有强大的靠山，迟早会被人眼红吞掉。这样，侯府出面给你做个靠山，你把这苏记的招牌那些仙菌秘方、辣油酱和小吃的方子，统统并入永宁侯府的产业。我们侯府在京城给你开最大的酒楼，到时候赚的钱，侯府拿70%，给你留30%。有了侯府的庇护，你以后在这大庆朝就可以横着走了。你看如何？侯府拿70%，我拿30%，还要我的全部核心秘方。侯夫人，您是今天出门没带脑子，还是觉得我是个弱智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永宁侯府肯要你的产业，那是抬举你。你一个乡下村姑，真以为靠几盘菜就能翻天了？等哪天得罪了权贵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抬举我？侯夫人，既然您不要脸，那我就替您回忆回忆。当初你们发现抱错孩子，连夜将我打包扔上马车，为了封住悠悠众口，假惺惺给了我5两银子补偿。结果呢，苏明珠临走前偷走了那5两银子。你们侯府的人是想看着我们屁都活饿死。你现在看我赚了钱，就想来空手套白狼。你以为你那个空壳子侯府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苏记如今每月的流水，抵得上你们侯府3年的田租俸禄。我交的商税是府城收的头1份。知府大人见了我，都要客客气气的喊一声苏掌柜。我需要你们这种落魄户来做靠山。你这个逆女，你大逆不道！大嫂，叫保安把这个满嘴喷粪的老妇人，还有她那些破烂随从，全都给我扔出朱雀大街。以后永宁侯府的狗，禁止踏入我苏记半步。走，没听到我们董事长的话吗？赶紧滚回你们的京城去，别在这儿碍我们的眼。他本可以拥有这一切的。如果当初他没有嫌贫爱富，没有抛弃那个疼爱他的苏老汉和大哥大嫂，如果留在苏家，凭着苏家的产业，他现在就是府城首富的千金。强烈的悔恨、嫉妒，如同毒蛇一样啃拖着他的5脏6腑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爹，大哥，让我回家吧。撤了吧。天天都是这些老花样，御房的那帮奴才做菜全凭祖宗规矩，毫无新意。朕这胃口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皇室一怒，皇室这满桌的御膳都不合胃口，奴才这就去下旨把御膳房的总管砍了。启禀皇上，青州府刘知府在殿外候旨，说是有罕见的民间祥瑞与极品异膳进贡。哦，青州府宣。
微臣青州知府刘守正叩见吾皇万岁。微臣此次进京述职，特为皇上献上我青州府出产的绝世祥瑞雪域金丝菇，以及民间奇珍琥珀蜜辣酱。祥瑞，呈上来。好霸道的鲜味，这究竟是何物？皇上，请用。绝品，真是绝品！此等鲜美，竟比朕吃过的百年老参、极品鲍鱼还要鲜上100倍。刘爱卿，这等极品山珍，每年能进贡多少？必定极为难寻吧？回皇上的话。这并非山中难寻的野货，而是我青州府清水镇的一位民间农女，凭借一己之力独创了人工培育菌丝之法。如今这种极品仙菇已经可以做到在农家庭院中，四季常青，源源不断的量产。你说什么？人工培育能量产？皇上明鉴，不仅懂绝顶的烹调之术，更懂神乎其技的农桑之法。他将这培育技术传授给同村乡民，短短半年，大河村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乡僻壤，变成了家家户户住青砖瓦房的富裕之乡。他开创的苏记食铺，更是研制出诸多新奇小吃，引得八方商客云集，极大带动了青州府的商贸与赋税啊！皇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农女苏知悉，民以食为天，农为国之本。他这一手培育菌种的技术，能让全天下的百姓多出一条活路，能让贫苦农户发家致富，这才是真正的惠民兴业，这才是朕大庆朝的祥瑞。李公公，传朕旨意，青州府农女苏之系研制齐川造福香露，有功于社稷，破格册封其为大清朝御方巾宾间美食名家，赐御书金匾1块，只让黄金钱2镇，不吝重赏。奴才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天爷啊，是皇家的仪仗！我这辈子竟然能见到京城来的钦差，这方向是直奔苏记总店去的。这苏掌柜到底通了多大的天啊，竟然惊动了圣上！圣旨到！民女苏之岁接旨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青州府民女苏之岁聪慧天成，精通农桑烹调之理，首创菌菇量产之法，惠盟兴商，秘制诸般家串，名满天下。此乃利国利民之大功，朕心甚慰。特破格册封金匾1块，赏黄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玉如1对。钦此。皇上可是对您的手艺赞不绝口啊！咱家临行前，皇上还特意吩咐，以后您这苏记的生意，在这大庆朝，谁敢阻拦，就是抗旨不遵。有劳公公长途跋涉，苏记感激不尽。接玉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媳妇儿，你醒醒，咱们家被皇上翻牌子了，皇上给咱们送钱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谢公子，这圣旨下得这么快，连刘知府的折子都能直接送到皇上的龙案上，你在这中间怕是没少出力吧？我只是让送折子的驿马换成了我私人的800里加急。岁岁，这份殊荣是你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。我谢燕慈的女人，本就该站在这大庆朝最耀眼的地方，受万人仰仰。那么，这位能随意调动皇家资源的谢公子，是不是也该向你这位御风名家正式坦白一下你真正的身份了？好，只要你想知道，我的一切全盘托出。小宿谢燕慈，大庆朝当朝九皇子，御封陈亲王，
今日特备薄礼，以江山为聘，正式向苏家求娶苏知惠为正妃，一生一世，绝无二色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我没听错吧？九皇子，陈亲王，咱们家翠翠要当王妃了！我的老天爷，总会不是冒秋烟了，这是直接喷火了！媳妇儿，稳住，别给咱家丢人。王爷在，咱们苏家还是皇上亲封的美食名家呢，绝配。好，草民不，老汉我把翠翠交给你了。王爷，您快请起。陈亲王府聘礼，黄金10万两，京城朱雀大街商铺120间，江南留田3000顷，东海极品夜明珠10对，凤冠霞帔1套。谢言辞，你的聘礼很丰厚，但我苏之穗的也不白拿你的。这是大庆朝108家苏记食谱的总殿地契，这是覆盖大江南北12个州府的冷链物流车队文书，还有我亲手编足以让大庆朝粮食翻倍的现代农桑全书孤本，这就是我苏之穗嫁妆。我的王妃，你这降维打击的手段，真是让本王甘拜下风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谢言辞，这盛世我们一起赚。快看！陈亲王妃的车驾过来了！听说王妃不仅貌若天仙，还富可敌国。今天苏记京城总店开业，全程免费发包子和热汤呢！活菩萨！那本该是我的，我是侯府千金，我才是真千金穗穗，在看什么？这江山，这财富，都已经握在你的手里了。在看我的江山，也在看我的男人。谢言辞，从大河村的破烂茅草屋，到这大庆朝的权力巅峰，从一无所有的炮灰假千金，到富可敌国的陈亲王妃，我苏之穗不仅改了命，还赢得了全盘。是，你赢了全盘，而我心甘情愿做你的战利品。